二个呢很重要，保护你的善根。这个地方有些时候要暂时的停止，看第四段，第四段很重要啊。好，请合掌。四、暂止息力。于中若身心疲劳，须暂止息；若不尔者，则即厌离，能障后时发精进故。那么，我们前面好不容易透过我们的如理思维啊，调伏啊烦恼，那么引导我们产生一种欢喜心。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注意，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比方说你今天去当趟办事情，那么当得很久很久，非常疲累。那么这个时候，你勉强去做功课的时候就有个问题会产生极度的厌离。那么你因为那一份的坚持，结果你呢障碍后世的精进。你每一次看到这个法的时候，你那种痛苦的极度痛苦的心就会产生一种留下影像，那么会障碍你后面的好乐跟意乐。所以你要知道，有时候该踩刹车的时候，适当的踩刹车。一个人不能只是一路的冲这个人冲到最后，这个跑道就看不到你了。所以你这个修行就跟开车一样你要前进，偶尔的后退一下所以这个修行难就难在这里基本上修行是两套方法来修一个是水滴式的修学，一个是暴风雨式的修学。我们解释一下。正常情况，修行是用水滴式的修学点点滴滴滴水长流，则人穿石。所以，如果你告诉我你一天拜200拜，我会说非常好，你这个可以持久你就是平常的修学，你一定要是在你能够接受的范围但是你一生当中可以安排几个所谓的100日的加行，你这个时候可以冲刺一下暴风雨式的修学，可以在这个生命当中安排几个阶段冲一下可以，但是不能当常法。你千万不要把修行修到自己内心产生严重的反弹，你后来就一辈子不想修行，你这个叫做不知善巧。所有的东西，有些东西是可以勉强的。你不想上班，但是你去打个卡，反正你不想上班，也没有人知道你想不想上班，但是你不想做功课，勉强就没有用了，真的没有用。你倒不如去散步，没有用。修行都不能勉强，完全没有效果，而且会产生负面的效果。所以你怎么去？你这个时候应该是冲的时候，我们现在判断有时候你不想做功课，不是体力的关系，是心理的障碍，这个是可以克服的，是你要用智慧来沟通的。但是你不想做功课，不是心理的障碍，是体力的关系，那这一部分你就不能勉强了。我们看戒律里面菩萨戒里面身体的疲惫是可以开眼，因为都做不了主我出去弘扬佛法，去办事情，回来晚上1、2点的，你强迫88火拜到最后，你以后再也不想拜88火，你觉得这样值得吗？所以说身体的障碍你要判断，这不是你故意的，这个是可以开眼，但是心理的障碍这个就要突破了。你身体很好嘛，没什么状况嘛。所以我们一定要善知进退，善知进退很重要在这个精进的过程。